上个世纪80年代，改革的春风还吹不到山里，位于陕北地区的秦岭深处，有一个名叫鸡窝洼的偏僻小山村。和和和灰灰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发小好哥们儿，还拜了把子。但两兄弟的性格截然相反。灰灰是个踏实守旧的庄稼人，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过日子，家里还养了几头猪。灰灰的妻子桂兰生性豪爽，勤劳能干，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。和灰灰的守旧不同，桂兰是个敢于尝试、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的人。她对于累死累活都挣不到几个钱的农民身份感到厌倦，虽有不少对生活的抱怨，但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和美。然而两口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桂兰是个不能生育的使女。但桂兰是个烈性子，她思想开放超前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生不出孩子是罪过。在传统宗族社会里，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，更何况是那个唾沫星子都能杀死人的年代。想要抱个白胖儿子，也成为灰灰和桂兰之间不能触碰的伤。和灰灰不同，和和和秋荣结婚后，很快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家底也算厚实，虽然不至于大富大贵，但自给自足，吃饱穿暖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可和和是个爱折腾的人，他在外面当过几年兵，见过些世面，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一心想要创业致富。可缺乏经验和能力的他，烧窑摇他，养鱼鱼死，干傻傻赔钱，几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。现在又折腾起卖豆腐，和和是个心眼实在的人，豆腐压得干，利润自然就很低。这么几次折腾下来，和和的家底都被败个精光。为此，和和没少和妻子秋荣吵架。在一次大吵过后，秋荣对于和和的不务正业失望透顶，两人最终走到了离婚的地步。秋荣是个思想传统的农村妇女，她认为农民就该踏踏实实种地。离婚后，秋荣独自带着孩子生活，而和和还在守着她的石磨。和和和秋荣的婚事当初是灰灰保的媒，现在夫妻两人闹成这样，灰灰心里过意不去，便把和和带到自家的柴房里借宿，晚上磨豆腐，白天卖豆腐，继续着他的创业。夫妻二人对和和照顾有加，不仅给和和做饭，还帮忙做豆腐。善良的桂兰把和和当作弟弟一样看待。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漂亮的秋荣经常会受到一些骚扰，村里的光棍二水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二水经常偷看秋荣给孩子喂奶，还时不时的调戏他。好在桂兰经常过来帮衬秋荣，桂兰热心大方，而且思想与时俱进，她很理解和和的志向，一直劝说秋荣和和和复婚，可秋荣却说什么也不肯。和和这样折腾，这日子要怎么过呀？话虽然这么说，可常言道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虽然二人已经是离了婚的陌路人，但彼此之间依旧还残留着往日的情谊。这天，和和挑着豆腐担准备过河，迎面碰上妻子秋荣，两人隔桥相望，眼里情绪万千，却还是没有说话。秋荣赌气地背过身，和和碍于面子，不好意思给秋荣母子送钱，便放下几块豆腐和兜里的一些钱，放在石头下面，从另一边过去了。这时秋荣才起身，路过和和放的豆腐和钱，顿了一顿，却一个都没有拿。秋荣也是十分的倔强，灰灰苦口婆心地劝和和，农民就该有农民的样子，只要踏踏实实种地，就不愁没有滋润的日子，秋荣自然而然的也会回来。和和却不愿意，他当过兵，向往着山外的世界。尽管前几次创业都败下阵，但他就是不信他的命里只有失败没有成功。为了证明自己，和和又决定出远门，投奔于事业搞得红火的老战友。他要不在外面闯个人样回来，就不是娘生娘养的。临行前，他还是放心不下秋荣，在饭桌上拜托灰灰帮忙照顾秋荣母子。灰灰爽快地答应了，毕竟他早已把秋荣当作亲弟媳看待。和和走后，灰灰每天抽空去地里帮秋荣的忙。灰灰一直很喜欢孩子，桂兰却生不出孩子，这是夫妻俩的遗憾，所以去地里帮忙，还能和秋荣的孩子玩一玩。秋荣知道灰灰的心思，细心的他把孩子送到灰灰家养几天，好弥补灰灰夫妻俩没有孩子的遗憾。这天夜里，桂兰提议去领养一个孩子。一听这话，灰灰一口回绝，他每月都去娘娘庙里烧香拜佛，去给桂兰赎罪，保佑她生个孩子。听到这里，桂兰瞬间火冒三丈，她愤愤难平道：我有什么罪？生不出娃就有罪了，世上不会生娃的女人多了去了。灰灰愣是被骂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几个月后，和和从外乡回来了，带回了许多城里的好东西，包括山外的消息。和和说，现在山外的动静很大，政府鼓励人们创业，鼓励人们折腾。夜间，灰灰夫妻俩灯下闲聊，说起灰灰的创业打算。有了这一次出城，灰灰创业的激情又回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决定回到山里养蚕，还想跟灰灰合伙干。可灰灰在山里当了一辈子的农民，他固步自封，不愿冒险。再者，和和有那么多次失败的案例摆在眼前，他也不相信能搞出什么大事业，最终没有加入。可桂兰却另有说辞，她与和和一样，有冲劲，有闯新，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的人，凭什么别人能做的他就不能做呢？于是第二天，
她瞒着丈夫偷偷拿了80块钱的私房钱给和和，支持她创业，还拿出自己的一块布料让和和送给秋荣，不能亏了媳妇。桂兰打心眼里还是希望秋荣和和和安安稳稳过好日子。在和和的熏陶下，桂兰的思想也变得愈发新颖。她打心眼里欣赏和和的冲劲，也学着和和的模样，早上刷牙漱口。灰灰见了忍不住吐槽：乡下人搞城里的做派干什么？简直就是奇奇怪怪，不伦不类。他瞧不上桂兰和和和学的这些新玩意儿，自然也就不愿意与他们为伍。就连去镇上赶集，他都懒得跟着，每次都是和和和桂兰一起去。桂兰为了支持和和的养蚕事业，时不时就要去山上帮忙照顾着，两人的距离越走越近。在那个年代，被人说闲话是肯定逃不掉的。村里的人七嘴八舌，传到秋荣的耳朵里，秋荣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桂兰和和和却完全不在意。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们又没有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，自然也不会注意到这些闲言碎语。但灰灰却不干了，自己的媳妇天天向着外人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？这天回家，他发现屋里又不见桂兰，村里的老婶子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故意挑衅灰灰，连个婆娘都看不住，还算个什么男人？这一下灰灰就更气了。当天晚上，夫妻俩大吵起来。他杜绝桂兰再去后山帮忙，丢他的脸。可桂兰也不是逆来顺受的主，她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自己想做什么，灰灰没有资格阻拦。外人要说就让他说去吧。夫妻俩不欢而散。就这样，他仍旧每天我行我素，不顾世俗眼光的和和和混在一起。在二人的精心照顾下，养的蚕都长大了，金灿灿的，肥肥的，眼看着马上就可以挣到钱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突然飞来了一大群乌鸦，把和和辛辛苦苦养的蚕都啃食光了。几个月的努力就这么前功尽弃，和和垂头丧气，整日恍恍惚惚。秋荣听说这件事情后，悄悄给和和送了盆鸡蛋。和和对秋荣更加愧疚。晚上他找到秋荣，夫妻二人重归于好。一番云雨后，秋荣躺在和和身边，一脸幸福地说起家里的琐事。可和和却并不关心，他还想出去闯闯。听到这，秋荣一下子变了脸色，怎么这个和和还是死性不改呢？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呢？破镜难重圆，和和又和妻子分开，独自去往城里打工。养蚕事业的失败不仅让和和的内心受到重创，就连本就不多的积蓄都花完了，必须得找点活攒钱。和和来到工地打杂，从乡下来的他总是被城里的工友嘲笑，在饭馆里吃饭也会被人叫乡巴佬。两人起了争执，和和寡不敌众，被赶出饭店，这成了压死和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只是想挣钱，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和和不告而别后，桂兰心里放心不下他，担心他想不开自杀，便想进城去找找和和。可灰灰担心村里的人说闲话，不肯让桂兰进城。到底谁才是你的老公？为什么就这么关心别人？就在夫妻俩争执不下时，和和回来了。这对夫妻为了一个男人而打架，这时男人回来了。这次和和回来又是充满干劲，他听说养鼯鼠赚钱，鼯鼠的经济价值高，粪便可以做5灵子中药，一定能挣大钱。前期的投资大概需要300块钱，可和和已经没有积蓄，没关系，哪怕是借钱也要把这事业搞起来。听说国家开放了新政策，可以贷款创业，于是和和写了份报告，来到信用社贷款。可贷款还需要一个担保人，秋荣是绝对不可能帮自己担保的。和和只好找来大哥灰灰，可灰灰却不愿意，他踏实本分了一辈子，从来都没有干过这么冒险的事。正在屋里干活的桂兰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她早就看不惯丈夫那什么都怕的样子，胸脯一拍，既然灰灰不肯，那就让他来。正要走出门，灰灰一个鞋子就砸了过来，桂兰也不是吃素的，捡起鞋子就扔了回去，两人再次打了起来。和和在中间劝架，灰灰却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：我这个家叫你搅和的够乱。听到这话，和和只感到一阵心寒，他转头就走，利索地收拾好包袱，离开了灰灰家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到了晚上，灰灰发现家里少了80块钱，追问得知是桂兰资助给和和后，灰灰更不淡定了，直接给了桂兰一巴掌，夫妻俩又打了起来。动静惊动了村里的邻居。第二天，大家都在讨论八卦，认为桂兰在外面偷人了，闲言碎语不堪入耳。桂兰不予理会，灰灰想要示好，桂兰也是不理不睬，两口子搞起了冷战。另一边，在县政府的帮助下，和和成功拿到了贷款，风风火火地搞起鼯鼠事业。桂兰去找和和，看到和和又折腾起新事业，桂兰心里高兴，时不时就去帮忙照顾。而另一边，地里的麦子熟了，灰灰跑去给秋荣收麦子。收麦子的时候，他还信誓旦旦地告诉秋荣，和和这次创业一定又是以失败告终。这边桂兰跟着和和一起去城里卖老鼠粪，这是他第一次进城，新奇的电视机、漂亮的城里姑娘、琳琅满目的商品，都让桂兰感到无比的新奇。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和和的心情，要是他有钱，也要到处去走走。两个人逛得太晚，当天晚上，二人就住在了城里的旅店。桂兰整夜未归，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大家都在说两个人私奔了。
这边唾沫星子淹死人，那边桂兰却在和和的劝说下决定和灰灰和好。桂兰兴高采烈的回到家后，恼羞成怒的灰灰愤怒的质问桂兰：“你都跟人私奔了，咋还回来？”桂兰听到丈夫竟这样污蔑自己，忍不住又和他吵了起来。村里的人围在门口看热闹，还嘀嘀咕咕地说桂兰是个破鞋。桂兰忍不住哭了起来，灰灰却只觉得丢人。其实灰灰心里也感觉应该是误会老婆了，但这件事闹得太大了，村里已经沸沸扬扬，唾沫星子是能淹死人的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场闹剧以后，两个人正式离了婚。恢复自由身的灰灰依旧和秋荣一起干农活，两人也越走越近，他们心思一致，三观相合，很快便走到了一起。无独有偶，三观相合的人总是能不自主靠近。桂兰与和和的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。这天，桂兰准备好酒菜，准备给和和庆祝，两人之间暧昧的气氛渐升，却被屋外小孩们唱的歌谣打断，又恢复了冷静。第二天，桂兰准备回娘家，却在半路上听说和和又跑去城里搞运输了。桂兰一听就急了，那五鼠呢？不要了吗？桂兰还是放心不下，她决定留下来帮着和和照顾五鼠，便在后山住了下来，每天尽心尽力的喂养。桂兰是最怕老鼠的，可还是克服了内心的恐惧，慢慢的还和五鼠培养出了感情。灰灰这边选了个良辰吉日，和桂兰成了亲，乡亲们纷纷送上了看好戏般的祝福。灰灰每天都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他很满意现在安稳的小日子。几个月后，和和回来了，和和的运输事业做得很成功，赚了大钱回乡，看到帮他照顾五鼠的桂兰，一阵暖流和悸动袭遍全身，两个互相理解的人终成眷属。随后他们也成了亲，还在山上盖了一座大房子，正好和灰灰家遥遥相对。自从他们过上小康的富足生活，村里人一下子改了口径，说男人能挣钱，婆娘腰里圆。再后来，和和家还通了电，还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磨面机，乡亲们夹道欢迎，一个劲的说他们发了。而灰灰和秋荣二人还在用手推磨，用煤油灯。灰灰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不顾秋荣的反对，执意要卖掉粮食，也要给家里拉电。此时的村里人看到财大气粗的桂兰，都开始巴结他，想占点便宜。夫妻俩一时间成为了村里人人羡慕的致富模范。春节到了，和和家那边放起了烟花爆竹，热闹非凡，而灰灰家这边则是一片死寂。电影《野山》于1986年上映，影片在很多方面都开创了当代国产电影的先河，在剧情上也逐步反映出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化。桂兰与和和，灰灰与秋荣，在起初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家庭，但他们在最后家庭进行了重组，灰灰与和和进行了伴侣的更换。在那样的山村中，亦有这样的恋爱自由，相比新中国刚成立之时，已经是一个长足的进步。一整部影片看下来，你就会发现婚姻中三观一致真的是太重要了，关系到彼此是否被欣赏、被认可，然后齐心协力，相互支持，这是伴侣的重要价值。现代的很多婚姻不是说谁有错，而是遇到了错的人，婚前的了解相当重要。但像这部影片的4个人都没有对错，都是好人，善良勤快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的，但是放错了位置，他就无法融合。离婚是不得已的选择，而这份不得已反而成全了2对不幸福的婚姻，实现了生活方式的重新匹配，获得了各自的幸福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